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是星期五，那通常呢，在周五的时候，天主教方济会的修士会带大家一起来走苦路。那今天又更特别了，因为今天是复活节的受难日星期五，所以今天的游行应该会跟平常相比又更盛大一些。那在我身后的呢，这个是苦路的第2站。那苦路一共有14站，这14站就是帮助朝圣者能够更好的去默想耶稣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牺牲。那我有把这14站都做一个很详细的整理，就在我写的这本书里面，叫做以色列、耶路撒冷、死海、拿撒勒和加利利。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购买哦。那我刚才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游行队伍大概5分钟前就已经离开了。可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他们时间有一些变动。那右边这个是阿拉伯小学，平时没有开放，所以苦路的第1站就改到了左手边的这个教堂。我们可以快速的看一下。苦路的第1站和第2站是纪念耶稣被判死刑、被鞭打和背起十字架。我来为大家念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1到24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2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马太福音27章25节到31节。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条路就叫做苦路 Via Dolorosa。
今天警察特别的多。这是苦路的第3站以及第4站。苦路的第3站是纪念耶稣第一次跌倒的地方，第4站是纪念耶稣遇见玛利亚。以赛亚书53章4到7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同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刚刚就是看了第3站跟第4站，那我们现在去苦路的第5站。在第5站会纪念希利奈人西门被兵丁勉强背起耶稣的十字架。这个呢就是苦路的第5站。马太福音27章32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然后应该是教会没开，但是我们看第6站的教会有没有开。他们不一定会开，但是反正有到那些站就可以默想了，不一定要看到教会里面。在苦路上碰到嬉闹的小孩、打扫的人员，或者是叫卖的小贩们，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耶路撒冷大部分的居民其实是穆斯林或者是犹太人，基督徒反而是少数，所以朝圣者来到这里的话，就是需要做一点心理准备咯。苦路可能没有像你想象中的那么有朝圣的气氛。这是苦路的第6站。苦路的第6站纪念一个叫做维多尼亚的妇人为耶稣擦掉脸上的血，还有脸上的汗，但是这并没有记录在圣经。No, because Yeshua HaMashiach, Jesus, the living Messiah, I have no fear. If I'm back in the States, for instance, at home, comfortable, and the least little thing goes wrong. 刚刚有一个可能是记者问，可能是一个游客说：“你不会害怕吗？来到这里？”他说：“不会，我不害怕。”然后前面呢就是第7站，也一样，教堂是没有开门。苦路的第7站呢是再次的去纪念
耶稣为我们背着十字架，以至于他因为疼痛而跌倒。好，我们去第8站。苦路的第8站纪念耶稣转身对耶路撒冷的妇女说话。路加福音23章27到31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哀嚎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好的，那我们现在去找第9站。第9站的话，要折回来这条主路。就是第7站所在的这条主路。所以我们回到主路，如果是面对第7站的话，是要往左手边继续走。那第9站呢，是从这个阶梯上去。你们可以看，就是这一排果汁。好，就在果汁的地方往上走。好，这就是苦路的第9站。第9站是再一次的纪念耶稣为我们跌倒。Forgiveness, I won't let it go. Help my eyes see grace poured out from heaven's throne, and mercy, oh, I can't let it 然后从这里呢，我们下去就是苦 keep my heart 路的 wide 第10站， open 它就 as 是在神母 you 教堂外 call 面。 me. Thank you, Jesus. You speak to me and call me clean. 刚刚是从这 Thank 里过来 you, 的。 Jesus. You bring me back to your heartbeat, and I can feel you around me. And heaven is not far from here at all. Your presence, how I found my home. Hearing your heartbeat again, all shame is gone. Your guidance is showing me to see. Reside my heart in openness. You've covered me. And thank you, Jesus. You speak to me and call me clean. Thank you, Jesus. You bring me back to your heartbeat, and I can feel you around me. And heaven is not far from here at all. At all. 这里呢就是圣母教堂了。这就是第10站，从第10站开始就没有那个数字可以让我们辨别是第10站还是第几站，但这就是第10站。苦路的第10站纪念兵丁分取了耶稣的衣服。
马太福音27章33到37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然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然后我们就进来圣母教堂里面，照理说应该是完全塞住了，但是现在以色列正在打仗。那第11站在上面，12，我们也上去11站。第11站和12站是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死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27章38到45节，那时有2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他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从正午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马太福音27章46到54节，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喊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了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苦路的第13站，纪念耶稣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这个石头叫做高里之石。马太福音27章55到58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她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的2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那这是苦路的第14站，也就是最后一站。在这一站纪念耶稣被放到坟墓里面，然后复活。马太福音27章59到66节，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2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3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
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童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那这是今天排队进圣墓的人潮，那跟之前比是差蛮多的，因为之前都没有人，所以可能观光客开始回来了吧。那如果你们对圣母教堂想要有更多的资讯的话，可以看我之前拍过的关于圣母教堂的影片，或者是呢，在我的书里面也有很详尽的介绍。那这是关于圣母教堂的介绍。在我的书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耶路撒冷的景点是用耶稣时期的城墙内或城墙外来做一个区分。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特别呢？是因为耶稣他是在城外被钉十字架，那圣母教堂呢，在现代的耶路撒冷旧城，它是在城内，因为城墙很大，然后它就是在城墙内。可是呢，耶稣时期的城墙跟今天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用书的这种区分方式，来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说，今天这个地方它虽然看起来是在城墙内，但是在耶稣时期它是城墙外，所以两者并没有冲突。给大家看哦，这就是耶路撒冷现在的地图。灰色这条线呢，就是现在城墙的范围。那黄色这个圈出来的呢，就是耶稣时期的城墙。那我们刚才走的苦路，就是绿色的这条线，是从这样子过来。那这里呢，就是圣母教堂，所以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是在耶稣时期的城墙外。所以耶稣他完成一个预言，就是他如宰杀的羔羊被带到旷野。那旷野呢，就是没有人住的地方，所以是完全不冲突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其实很多地方都在强调耶稣他所完成的预言。因为我觉得认识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为我们成就的预言，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信仰更加的扎根，所以很重要。所以这本书就算你没有来耶路撒冷，没有来以色列旅游，也是可以看，因为我觉得有很多重要的资讯在里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读者有问我说，那真正的苦路会是在哪里？那书里面也有写，然后画在这里，就是橘色的这一条。因为现在的大卫塔其实就是希律的宫殿，都已经挖掘出来，连大卫塔它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也都说这里就是希律的宫殿，然后耶稣应该就是在这里受审。然后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城门，现在也看得到，书里也有。那耶稣可能就是在那边受审，然后从那边走到圣母教堂，所以苦路的话就是从大卫塔那边走过来。我用橘色的线标注给大家了，所以就两边你都可以参考，因为主流还是会走传统，已经走了400多年都是走这条传统的苦路。至于新的苦路什么时候会开始有人做一个什么纪念仪式，可能就会比较少啦。那据我所知，这本书也是第一本，就是把耶稣时期的旧城范围标注在现代的耶路撒冷地图上面的书，然后也是第一个有把新的苦路的路线标注出来的书。这就是现代的地图，但是你就看不到耶稣时期的城墙范围到底是在哪里。那我真的是觉得感谢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本书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而且它是中文的，就是大家就没有那个语言的压力。那刚才有一个人看我在拿这本书，就问我说我在哪里买的，然后因为他只看我在看地图啦，所以他就是有一种羡慕吧。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它是中文的书，你看了也看不懂。他就说对，我看不懂中文。所以呢，就算是跨语言也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照片，然后也有很详细的解说。那它今天是中文的，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有这样子的一本书可以成为大家的帮助。如果你们买了，真的是谢谢你们。那如果你们还没有买的话，就是我的影片连结里面都有写要在哪里买。
那快速讲一下的话，就是台湾各大书局都买得到，香港的话是在诚品寄到书局下达华可以买得到，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话是在 Popular 大众书局可以买，可是你要跟店员说你要买，然后他才会进货，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可以在城邦的网站上面买。那其实所有国家呢都可以在台湾的博客来上面买。电子书的话你就不用负担运费，可是它就不是一个实体书。那实体书的话，你就要承担很贵的运费。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你们有朋友要从台湾去拜访你们的话，例如去纽西兰、去英国、去其他世界的角落，那就请他们帮你买了，然后带给你们，这会是最划算的方法。不然的话就是电子书。那希望大家很快就会有机会能够来到耶路撒冷，来到以色列。大家拜拜。荆棘冠冕也是一种纪念品哦。关于今天的游行队伍为什么没有看到？那可能就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我觉得他们改时间了，所以就没有看到。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啦。